2月4日星期二，大年初七，今天是春节档最后一天。小飞侠今天的目标是在今天之内先破了武侠电影，拿到第一，然后等春节档结束，保片协议都结束了，我们一点一点去把排片撬动过来，让更多路人可以看到射雕。射雕没有对赌协议，没有砸钱保排片，粉丝群广免费宣传，央妈免费宣传，梁家辉和胡军也说了友情客串，青年演员片酬不会作妖，有的是排队降价也要拍徐克的。中影央企估计可能有文化宣传任务，国家可能有相关外宣经费，成本估计就是特效大头。这里贴一组数据，2024年全年院线电影一共293部，其中破5亿票房的只有17部，破10亿票房的一共8部，其中4部出自春节档，而1至5亿票房的电影高达61部，1亿票房以下的电影高达200家部。也就是说，5亿票房以下的电影占据了全年的90%，所以说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？有些人也不用打着看热闹的旗号来道游，可能是看热闹觉得几十亿票房很轻松，但是碰到自单身上可能破亿你都会觉得好难。电影这玩意，题材、竞争力、档期、发行、口碑是不争的事实，所以这次的经验做好总结，更好的迎接下一步才是重中之重。下午刷微博，经网友的分享，今天射雕上了央视潮文天下了，央视盖章射雕助力春节档提前破圈，还统计了各种评价，说大家提到最多的是武侠，助力传统文化。此外，在微博刷到有网友会问，肖战为什么不去找资本当靠山呢？有了资本庇护，就不会被这么黑了。但是谁会无缘无故庇护你呢？都是要付出代价的，被剥削都是轻的。最常见的是沦为傀儡，沦为资本的工具人，人家让你干嘛你就得干嘛。再严重点，就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了。虽然被黑真的让人气愤又心疼，但又恰恰说明了肖战在这个圈子很清白。就像他说的，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。我觉得我会被他吸引，也是因为他的这股将劲。永远记得刚粉上肖战考古时，就说他敢和龙丹妮拍桌子，争取一个公平。那时他就是在反抗资本了，只不过那时对抗的是小资本，现在对抗的是大资本。昨晚，徐克电影《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》开分5.5分，春节档6部电影里评分最低的一部。豆瓣是一个怎么样的内娱评分 App？ 实际的事实怎么样？大家心里清楚得很。要知道，真正买了票才能打分的平台，我们的评分一点都不低。有网友发现射雕打分人数30多万。很多打出1星的，甚至还有国外、英国、泰国 IP 的，就很奇怪，这些地方都还没上映，那是怎么看的呢？没看就能打分，这合理吗？还有故意说没看来打分的，甚至还有把演员都喊错名字嘎黑的，这电影圈也太令人瞠目结舌了。有花钱找人打分还给话术的，这些图我都懒得贴了。5星占比不超过5万人，这都不知道清掉了多少5星了。真的没有公平可言了。有网友说6.5我有情绪，5.5我无所畏惧。这话说得太对了，一旦有些东西太过离谱，完全不讲基本法，那他就完全失去了让我正视的资格。中国内娱你们做也做得像点，演技和馊主意跟你们捧的阿斗一样拙劣，难怪扶不上墙。是的，有些东西一旦过了就感觉好笑，太离谱了，就没人拿它当回事了。怪不得中国电影完蛋了，就这样不完蛋才有鬼呢。以后你们别再嚷嚷影视寒冬，都是自己做的，就是不给观众吃好的。还有网友苦笑说，人在特别无语的时候原来真的会笑，被气笑了，无所谓了，不陪豆瓣玩了，卸载这个 app 了，浪费我精力。这些年因为爱被这些傻逼软件裹挟够了，拿我像绑着我去给他们日活，每次都是为竞争对手服务，变成捅他的刀子。我他妈还陪着玩，我就成傻逼了，让他们自己玩去吧。从此以后，我只为爱付出，其他人爱谁谁。有网友分析，上映5天33万人打分的电影，至少票房10几亿才对得上吧？你们内娱要么承认射雕被恶意打1星，要么承认射雕被偷票房，两个自己认一个吧。打1星的比例超过了20%，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，不正常的。分型不仅不是正常的低型，甚至成了倒 F 型。
除开断层领先的哪吒2，即使是票房遥遥领先的唐探1900，也比不过射雕的打分人数。明明票房只有别的影片1/3，评分人数却名列前茅。显然这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倒黑水。这年头，好的作品为什么难出头？就是这个原因，被恶意黑，被恶意带节奏打压，被损坏口碑，让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就是这样的。看过才能打分的平台分别开分9.7和9.6，各平台晒过票根的观众好评如潮，爆梗无数，冷门题材出精品。春节档恶性竞争还是太直白了，各种恶毒手段围剿，装都不装了。没看过就能打分的平台就是个笑话，再次被佐证了而已。所以这就是黑资本产业链的一环啊！看了射雕的人都有一股侠气，善意涌动在心间，带着火热的心离开影院，投入新的一年。不看还恶评的，自己是什么人自己该心里有数。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黑，也不过是镜花水月，时间会给出答案，真正的观众会给出答案。如果真有这么多打分的人看过电影，那射雕的票房绝对会飞升。这些恶意的异心，完全就是把公平踩在了脚下，用主观的喜恶来打压客观的感受，让观众看不到真实的评价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恶意拼字，有人自导自演在射雕的场次里拼字填场，假装粉丝，为了引发路人的嘲笑和讨厌。据说这个电影院1月下旬都没对外营业的，黑水有点明显了。很多人其实对流量明星有很大的偏见，这也是射雕被黑得这么惨的原因。仅仅是因为看了网上断章取义的评摄图，就把吐槽的话脱口而出。但事实上，要是亲自走进电影院，去了解前因后果，就知道这是符合剧情发展的。单拎出来审判完全没必要。就肖战这个粉丝体量的演员来说，演技的好与坏早就被好多双眼睛盯着呢。而射雕上映到现在，更多的吐槽是在删减的剧情上，而对肖战演技的吐槽声并不大。因为肖战的演技本就是可圈可点的，即使是一些言辞犀利的博主，把枪口对准的主要是射雕，吐槽他的故事已经烂熟于心了。吐槽删减导致了剧情方面出现问题，但对肖战的演技其实并无苛责。正因为肖战粉丝大力宣传，也有很多路人进电影院不带粉丝滤镜的看完整部电影，对肖战演技的演技有所改观，甚至被精彩高燃的打戏震撼到了。而像李松蔚这样的专家，对射雕甚至是欣赏的态度，因为肖战演绎的射雕，把武侠片快意恩仇的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肖战顶着顶流这个头衔，看似是一炮而红，实际上从《捉妖记》里的群演小妖，到徐克电影里的郭大侠，他花费了7年的时间。如果演得不好被吐槽，那是理所应当的。可明明发挥不错，却因为人们心里的成见被硬扣个锅，那也太冤了吧。最后分享我昨天深夜在微博刷到这个小姐姐，她坐轮椅去看射雕的视频，好多自发的协助她，看泪目了。这一刻我好像理解了，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；侠之小者，为友为邻。只要我们心怀怜悯，善良正直，真正的侠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里。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。快乐就像。